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李沁穿鎏金黑絲絨魚尾裙美爆年會當代仙氣審美的時尚法則與文化意涵解讀。2025年漢高資生堂品牌年會現場，燈光、鏡頭與社交媒體的注意力幾乎在同一瞬間被一位女星牢牢鎖住。李沁作為國內公認的氣質派演員之一，她身披鎏金黑絲絨魚尾裙亮相，將品牌年度盛典變成屬於她的專屬高光舞台。那一抹在金光中步步生輝的身影，不只是美，更像是一次關於女性氣韻、東方審美與時尚表達的現場示範課。這場亮相帶來的熱議持續發酵，從造型本身到她的氣質與文化象徵意義，都引發大眾多維度的討論。本篇將從時尚結構、美學邏輯、專業視角與大眾文化等層面，分析李沁為何美而不俗、性感而高級，以及她在今日視覺文化中的獨特位置。1. 造型本身，鎏金與黑絲絨的雙重敘事。鎏金亮片，視覺焦點的創造者。亮片作為高光材質，本身具有搶鏡屬性，而設計師顯然非常清楚李沁的優勢。肩頸線條流暢，頭肩比例極優，鎖骨天生帶線條感。將鎏金亮片集中在上半身，尤其是肩頸區域，相當於主動將焦點抬升。這帶來3個效果：提升整體氣場。傳統晚禮服若集中點在下半身，會顯較為沉重，而鎏金上身讓它一上場就亮了。強化天鵝頸優勢，亮片的點狀反射會自動勾勒出頸肩輪廓，讓線條更清晰。弱化暴露感，閃片吸睛，但領口並未誇張下探，是性感有所收。這正是美而不俗的關鍵之一。黑絲絨魚尾，柔與剛，貴與美的平衡。絲絨具有天生的貴氣，其光澤柔和，不會像亮片那樣刺激視覺，恰好中和上半身的耀眼感。魚尾裙的結構更是造型成功的秘訣，收腰突出身段比例，裙擺自然擴張，增強步態的靈動感。高開叉營造行走間的若隱若現。由於李沁身形纖細，古典細膩，魚尾裙不會顯臃腫，相反讓它的線條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現。更重要的是，黑絲絨的沉靜與鎏金的華麗形成對比，給人一種恰到好處的平衡。性感被裹在高級之中，貴氣又不會過度張揚。髮型與妝容，克制是仙氣的本質。盤髮會顯貴，但散髮更顯柔與靈動。李沁選擇了大波浪披肩髮，減弱禮服的強勢，增添輕盈與溫柔感，不搶奪肩頸的視覺位置。妝容清淡，高光克制，純色柔和，這類輕氣場妝特別適合天生五官清麗的女星，能令整體氛圍從奢華走向仙氣。2. 仙氣從不靠暴露，而來自比例、線條與氣韻。大眾在討論李沁的美時，高頻詞往往是仙氣、清冷、脫俗，但仙氣並非空泛概念，它有一套結構化的審美邏輯。線條乾淨，仙氣第一要素。昆曲訓練出身的她，有以下典型特徵：背部挺拔，肩線平直而不聳，步態輕盈，有連續性，手部動作柔而不弱。這種經過系統化訓練的肢體語言，使她只要靜下來站着，就是一幅畫，有古典氣韻。面部輪廓清秀，五官不鋒利，仙氣感女生通常具備。眉眼柔，不激烈，面部留白多，表情不刻意。李沁五官精緻但不攻擊，這讓她的性感自帶溫柔濾鏡，不具侵略性。氣質與禮服形成互補，而非互相搶奪。不少人穿禮服時會被衣服穿，但李沁則做到了衣裝與人互相成就。禮服的貴氣，它本身的清冷剛好壓得住；高開叉的性感，它的東方含蓄剛好平衡。
金色的濃烈，她的淡顏反而凸顯高級。換句話說，她之所以不俗氣，就是因為外在的華麗被氣質溫柔地收住了。3. 專業點評：為什麼她性感而不媚俗？讓我們以專業時尚編輯、造型顧問的角度歸納她此次形象成功的關鍵。性感點被精準控制，暴露程度並不高，肩頸外露，事業線輕微呈現，大腿若隱若現，這些都是柔性性感而非攻擊性性感。性感存在，但並未越界。材質的選擇非常聰明，金色亮片在閃而不是露，黑絲絨在藏而不是顯，亮與暗，顯與隱形成視覺節奏。真正高級的時尚永遠不是全盤暴露，而是恰到好處的留白與克制。儀態決定高級感。一個人能不能穿好魚尾裙，看走路就知道。魚尾裙對步態要求極高，稍不穩就會顯笨拙。李沁的步伐輕盈穩健，重心穩定，每一步都讓裙擺微微盪開。這種搖曳生姿的狀態，不是造型能強行賦予的，必須來自身體記憶。專業造型師甚至評價，魚尾裙是篩人品類，沒有儀態就會輸。李沁這一身是衣裝與儀態的疊加效果。雙引號。4. 網友討論中的褒貶不一，輿論如何構建一位女星的形象？此次造型在社交平台引發了數萬討論，評論呈兩極化趨勢，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類觀點。絕大多數讚美來自審美共鳴，網友們的高頻詞包括美到發光、典雅性感、仙氣十足、貴到心裡去了。這一類評論多聚焦在線條、質感、氣質、姿態，說明李沁這套造型成功連接大眾審美經驗，而不僅僅依賴造型本身。也有少部分質疑聲，主要來自以下方向：禮服太成熟，不夠少女感；高開叉設計容易被質疑過於性感；仙氣這一標籤是否被過度消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聲音是：美是美，但沒必要性感吧？雙引號。這種質疑指向的是女性在公眾場合能否展示自己的身體這一社會議題。兩種輿論的背後，女性美的文化拉扯。讚美者重視氣質高級克制的審美傳統，質疑者則往往站在女性公共形象規範的角度。兩者的衝突並非針對李沁，而是當前社會對女性外貌表達的文化矛盾的縮影。5. 視覺文化中的李沁，為什麼她是當代東方仙氣的關鍵符號？在當今娛樂工業中，明星的形象不再只是好看，而是更進一步的文化符號化。李沁恰好處在一個特殊的位置，她代表的是輕型東方美，不是濃顏系，也不是御姐系，更不是高冷難接近的強氣質。她是面容清透，線條柔和，身形輕巧，氛圍淡雅。這類審美在新一代年輕人中非常受歡迎，因為它與中國傳統美學留白、含縮、柔韌一致。她的演藝作品強化了這種文化符號，無論是古裝作品中的清雅少女，還是現代劇中的柔性角色，她的形象始終與清麗素雅靈動高度契合。因此，當她身穿華麗禮服亮相時，產生了強烈又迷人的反差感。清冷與性感同框，這是她的獨特魅力所在。她讓當代女性看到，性感不等於張揚，美可以來自克制。這正是許多女性網友共鳴的原因。她不是超強攻擊感，也不是過度性感，而是我可以美，但我不需要去證明性感。我可以露，但不是為了取悅誰。雙引號。這種態度本身就是當代女性意識的一種反應。結語：李沁為何美得不可方物？答案在於她將華麗變成了氣韻，將性感變成了高級。鎏金亮片提供視覺衝擊，黑絲絨提供質感沉穩，
魚尾設計提供線條力量，而他本人的儀態、氣質與面部特質共同決定了最終效果。他的仙氣不是玄學，而是由身體訓練、線條比例、審美判斷、文化氣質、造型策略共同構成的結果。在這場視覺文化的盛宴裡，她不僅穿得好，更代表了新一代女性美學的方向：柔而有力，靜而有光，性感卻克制。這也正是她讓人美到失語的根本原因。